在当下的影视行业中，观众最津津乐道的早已不仅仅是剧情本身，而是演员之间那种若隐若现却又真实存在的关系网。当熟悉的面孔在不同作品中一次次重逢，当曾经擦肩而过的搭档再次并肩作战，这种圈内循环的奇妙魅力往往比剧情本身更让人上头。而这一次围绕张婧仪、翟依莹、马晓雨、张宏明、赵振东5位演员展开的双剧同期开机，无疑将这种熟人宇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。当直到烈日燃烧与有效驯化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宣布开机，这种时间重叠绝不仅仅是日程上的巧合，更像是行业资源、演员关系与市场策略共同作用下的结果。从制作层面来看，优质演员资源本就稀缺，而当某一批演员在观众中形成高辨识度组合后，资本往往会倾向于集中使用，以最大化热度与讨论度。张婧仪与赵振东的第4次合作就是这种逻辑最直观的体现。他们之间已经不需要磨合期，镜头一开，情绪就能自然流动。这种效率不仅降低了拍摄成本，也让导演在情绪调度上拥有更大的空间。而对观众来说，这种熟悉中的升级更具吸引力，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好，但你更期待他们这一次能好到什么程度。更微妙的是，两部作品题材不同，却共享部分演员阵容，这无形中制造了一种平行宇宙的观感。观众在剧中看到的情绪，可能会在 B 剧中形成对照甚至反差，从而产生更丰富的解读空间。这种体验已经超越了单一作品本身，进入了一种跨剧观看的层次。因此，这种双剧同期开机不仅是项目运作的结果，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观众心理游戏。它让人忍不住去比较、去联想、去沉浸，最终形成更强的追剧粘性。所谓2搭定律，表面上看是粉丝的总结，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行业对演员适配度的一种高度认可。而在这个现象中，翟依莹之所以成为核心变量，并非偶然。她的表演风格并不依赖单一类型，而是具备极强的情感兼容性。无论是冷静克制的角色，还是情绪爆发型人物，她都能找到与对手演员之间最自然的连接点。这种能力使得她在第1次合作时就能迅速建立起一种真实关系感，而这种感觉一旦被观众接受，就很难被替代。更重要的是，翟依莹在对戏时往往不是主导，而是回应。她擅长捕捉对方的节奏，然后在最恰当的时刻给予反馈。这种留白式表演反而让对手演员更容易发挥，从而形成一种双向放大的效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与他合作过的演员在第2次合作时往往能呈现出更成熟、更有层次的表现。因此，当他与马晓雨首次合作时，观众的期待并不只是这一次的化学反应，而是已经在想象第2次会变成什么样。这种提前产生的期待本身就已经成为作品热度的一部分。在传统观剧体验中，每一部作品都是相对独立的，但当演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断延续，这种独立性就会被打破。观众开始将不同作品中的角色进行对照，甚至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连续体。张婧仪与马晓雨的第2次合作就是这种变化的典型案例。第1次合作时，他们需要从零开始建立信任，而到了第2次，这种信任已经转化为一种潜在默契。观众在观看时也会带着第1次的记忆，从而更容易捕捉到细微的情感变化。而张宏明的多线合作经历则让整个关系网变得更加立体。他不仅是参与者，更像是一个情感连接点。当观众意识到他曾与不同演员产生过互动时，就会不自觉地将这些片段拼接在一起，形成一种超越剧情本身的联想。这种新旧关系交织的魅力在于它让观众成为主动的解读者。
你不再只是接受故事，而是在参与构建故事之间的联系。这种参与感会极大地增强观众的沉浸体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种演员之间不断延续、交叉的合作关系，才会被称为真正的熟人宇宙。它没有明确的边界，却始终在扩展，并持续吸引着观众深入其中。为什么观众会对这种演员关系网如此着迷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真实。在一个充满表演与设定的行业中，观众越来越渴望看到真实的连接。当演员之间的默契并非完全依赖剧本，而是源于现实中的合作经验时，那种自然流露的情感是无法伪造的。此外，这种熟人宇宙还带来了一种类似连续剧的观感。即使是完全不同的作品，观众也会在演员关系的延续中找到一种故事还没结束的错觉。这种跨作品的情感延伸让观众更容易产生粘性。从目前的关系网来看，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翟依莹与马晓雨这对新组合。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将直接影响未来是否会出现二搭。而张婧仪与赵振东是否会继续刷新合作次数记录？他们之间是否会从默契搭档升级为标志性组合？这些都成为了粉丝讨论的焦点。至于张宏明，他是否会在未来成为更多关系交汇点的核心人物，也同样值得期待。或许这就是当代影视作品最有趣的地方，我们不再只是看剧情，而是在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每一次重逢，每一次再合作，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应，也是对未来的一种铺垫。在这个由张婧仪、翟依莹、马晓雨、张宏明、赵振东共同构成的熟人宇宙中，真正吸引人的早已不只是角色，而是那些跨越作品持续延伸的情感线索。你最期待哪一组演员的再次合作？你认为谁会成为下一个固定搭档？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最想看到哪两位演员展开全新的组合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也许你的预测就是下一步爆款的起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与娱乐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